大家好，中国现在全力打击粉丝文化，不仅让粉丝圈岌岌可危，也让粉丝所爱护的爱豆们集体晋升，个个有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因为社会主义铁拳一旦出手了，就不会回头了。现在娱乐圈的粉丝圈不仅成为了国家清囊整顿的对象，就连外围的大量聚集找乐子、找便宜的网红圈，也成了是非之地整数的热点，一同被殃及鱼池了。现在每天都会有大量颇具影响力的千万粉丝级别的大咖大号扎堆的走向了覆灭。究其原因，其实还是粉丝闹的，粉丝举报的。而且保证让您意想不到的是，纵使不断有人陆续的倒下了，居然还总会有一大波不怕闹事、不嫌事大的无脑的粉丝，继续赶在路上，继续把偶像们、把爱豆们、把无辜的清流们推向火坑，推向深渊。他们一点都不怕火上浇油、雪上加霜，他们似乎都喜欢越闹越大、越乱越好。如果您一路都在关注能量达人赵丽颖和王一博的话，您或许更加期待他们能够尽快的野蛮进组，尽快的野蛮拿奖。所以热爱阳光和正能量的您，千万别忘了继续的点赞、鼓励、支持和示爱，并留下您满满的祝福和心愿，因为爱和陪伴永远都不是一句话，而是一个行动。如果您感觉我在捆绑两个人，千万别误会，其实我想捆绑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因为人生不易，清流难寻，正面阳光、积极向上、充满朝气和正能量的艺人们，如同天上的星星，投射在不同人的心里面，或许都是一丝的温暖和无限的安慰。所以我特别的希望您一同秉持求同存异的信念，一同为这些背上插满了暗箭、冷箭、黑箭的相当不容易的人加油鼓劲儿，一道传递人世间的温暖和彼此的祝福。因为充满人格魅力的人都倒下之后，剩下的就只有千篇一律的伪光正、样板戏和红宝书了。多谢您的支持和理解。9月2号，广电总局和网信办的最新红头文件一开，好事自然就来了。一大波来自草根的搞笑网红，或者自称是来自草根的带货网红，都啪啪啪的集体倒在了突的枪口之下了。其中包括低俗网红郭老师、带货一哥辛有志。这些影响力不小的拥有百万粉丝、千万粉丝，甚至于上亿粉丝的网红人物，被射死或者说半射死，到底冤不冤呢？这其实我不想置评，因为良莠参差，无法一概而言之。例如特别喜欢炫富的亿万小哥辛有志，我就曾经在视频当中多次的提到过了。特别喜欢自称是农民的他，高调张扬的比土豪还土豪，比起真正的农民的孩子赵丽颖，真的是一个在天一个在地。所以这次他第二次因为张扬而倒下，我一点都不意外。因为他第一次的倒下就是因为卖假货，而且还死不认错，结果闹大了。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重温一下我之前的更加详尽的视频。有意思的是，您可能万都想不到的是，跟顶流艺人步步惊心、惊弓之鸟的害怕的心态相比，无脑而且心大的，甚至可以说是完全无所畏惧的疯狂粉丝们，却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战斗力，不断的换着法子去挑战权力机构，去把事情闹大它。前面有吴亦凡粉丝聚众劫法场，跟着有黑粉带偏的赵丽颖粉丝团造反事件，现在继续出现了崇洋媚外的国内粉丝抱团为韩国明星打 call 的专机事件。这种肆无忌惮的顶风作案，仿佛踹到了传递机构的死穴了。因为韩国明星，国内网信办还真的管不着，因为社死令根本就管不到外国人。这次
中国粉丝们花费了数百万元，为远方的韩国明星朴智民打造了个性化的智民专属飞机活动，真的是严重打脸了说一不二的中国权力机构。也就是说，你不允许我们追捧国内的流量明星，我们就去追捧你完全管不着的国外的流量明星。因为反正国内的流量明星基本上都是日流、韩流出身，漂洋过海去追捧那些娱乐元祖的明星们，照样能够满足追星的欲望和做粉丝的快乐。这种源自民间的对立的情绪，以及来自官方的管控的升级，看来已经彻底无法调和了。中国可以拿那些看得见的私营企业巨无霸开刀，拿那些毫无抵抗能力、毫无缚鸡之力的顶流艺人开刀，却真的因为法不责众，很难把社死和怒火具体落实到每一个花钱买乐子的粉丝的个人身上。于是我可以想象得到官方的无力感和无奈感，而这种无力感和无奈感只会更多的转移到那些特别容易处理的、特别容易立威的明星们、艺人们的身上。所以赵丽颖、王一博们跟粉丝会、后援会彻底的割裂、断臂求生，真的是太重要了。因为保不准哪天没有走完自保三部曲的明星们，依旧有可能，而且还是极大的可能会被粉丝们有意无意的牵连到了。因为粉丝可以任性，爱豆无法任性。粉丝可以造反，偶像没法造反。粉丝可以选择不同的顶流，而顶流则无法选择不同的命运，这就是关键。另外，我个人觉得这些有钱的粉丝这么舍得花钱给外国人，为什么不多跟王一博、赵丽颖这些正能量满满的艺人们多做一些有益于社会社区、有益于灾区灾民的事情呢？一举多得，多做善事，为人为己，这样该有多好呢？当然，我也完全支持他们花自己的钱去找乐子的个人的选择和个人的自由，只是粉随正祖绝对是有道理的。朴智民的中国粉丝花巨款去搞些妖艳粉红的门面的功夫，他们的爱豆恐怕也是好这口的人了。如果说中国的娘炮们被党媒官媒一锅端死得冤，那么这些韩国的娘炮们真的是兔死胡乐，坐收渔利了。这个最新的事件其实也是对权力机构的直接的嘲讽，正是因为你们一刀切，把正能量偶像和负能量偶像都一口气的处理掉了，同时也把人都吓坏了，也让粉丝们从此没有了选择，只能选择你射死不了的、管不着的外国人了。总之，正所谓粉丝无脑，风向变歪，粉丝搞事，艺人当灾。最惨的还是赵丽颖、王一博这些原本与世无争的清流艺人们。这一届的粉丝们永远不会考虑到艺人们切身的悲喜和恐惧、愁烦与未来，他们只会继续的见缝插针，四处点火，继续的让当权者把莫名其妙的怒气持续发泄在无辜当灾的艺人们的身上。您觉得对于这种越带越歪、越约束反而越跑偏的粉丝圈和粉丝文化，应该如何面对和处理呢？是否应该彻底禁止任何形式的粉丝活动呢？或者是否应该强制性在粉丝团体当中加入党支部的存在呢？甚至中央干脆一刀切，把粉丝们的财富也顺便收割了呢？欢迎您在评论区当中写下4个字的对粉丝圈的短评，一个是自由选择，一个是彻底禁止，一个是没有意见。说实在的，在中国永远都存在一种矛盾，就是一抓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收，来来回回无休无止。改开40年，苍蝇蚊子雨露阳光，一股脑的都进入了国门。现在
重新回到了一抓就死的初始的状态了。这是宿命，也是轮回。或许不说你也不知道，其实这种颇具现代气息的粉丝文化在中国其实算是源远流长，历史悠久了。上下5000年里，但凡渔民大量出现的地方和时期，都是粉丝经济的原始的模式。最典型和最出名的就是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洪秀全的粉丝们差点帮他推翻了满清，送上了皇位，然而命运都很惨。而赵山多的粉丝就更加的惨了，一会儿扶清灭洋，一会儿又换了扫清灭洋，里外都不是人，处处都被人打，如同过街的老鼠一般。似乎现在喜欢不作不死的中国粉丝们，命运也快跟老鼠一样了。因为如果中国的偶像全都倒下了，粉丝们就只能追国外的了。如果中国的国门关上了，那么粉丝们就只能追习大大了。另外一边厢，我想说的是，真的是有对比就有伤害。腐朽堕落的资本主义国家韩国，自己制造出来的偶像明星，居然能够在中国从从容容地享受丰厚的粉丝红利，而那些辛苦打拼出来的中国的偶像明星，却生活在战战兢兢之中，跟粉丝红利却越走越远了。而且让人悲催和无力的是，不仅未来的财富和名誉成为了镜花水月的同时，这些明星艺人们每天耕耘辛苦一生的过往的成绩和个人的财富，也抵不过一纸红头文件的威力和爆炸力，一切都能被射死，被均付。更加要命的是，这一切都极有可能在片刻之间就发生了，一切化为乌有，一切灰飞烟灭，而且还是让人死都死得不明不白的那种。赵薇就是超典型的艺人案例，或者说商人的案例了。总之，成也粉丝，败也粉丝。这一届的粉丝也算是让他们所喜爱的偶像们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的人生最难忘的劫难了。以后在防微杜渐的中央大国，任何粉丝出没的地方，无论线下还是网上，都已经成为了要和谐要维稳的管控的重点了。或许2-3年之后的某一天，当某位 L 姓明星的死忠粉丝在某地出差公干的时候，突然间偶遇到了自己曾经一生心仪相许终身的 L 姓偶像的同时，兴奋之余却失落地发现，对方早已看破红尘，做了居士，比路人甲还显得路人甲了，再也没有了明星范儿和偶像感了。那么您觉得这种电视剧才会出现的故事桥段会在凡尘上演吗？欢迎您放飞思想，脑补未来。最后，您无论是喜爱赵丽颖还是喜欢王一博，或者衷心祝愿云斐夫妇王炸 CP 这次能够安全进组野蛮拿奖，都欢迎您大声的点个赞、鼓个励、加个油或者喝个彩，因为您的所有爱心、鼓励和支持已经证明了2-3次了，都是达成心愿的无形的能量。这些无形的能量慢慢汇聚起来的话，就是能够影响未来的、营造光明的巨大的能量场。这种能量场终有一日会为您，会为我拨开云雾，迎来阳光，更会影响到更多的人，包括您所钟情和喜爱的人。世事难料，风雨飘摇，爱一个人就请时常的大声的说出来吧。同样，我也欢迎您点赞、鼓励、订阅、转发和支持本频道，因为这里有爱，有光，也有盐。多谢您的一路的陪伴和宝贵的时间。